乌军刚说完自己要反攻，结果第二天被俄军夜袭基辅，打完给你开出停火条件，这是求和还是要故意羞辱你乌克兰呢？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这段时间，俄乌局势的发展还是挺戏剧化的。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深陷死亡传闻之际，乌克兰一天之内连续放出3个大反攻信号，这是要干什么呢？你看啊，先是扎卢日内的推特账号，时隔大半个月就突然发布一条反攻视频。随后呢，乌克兰国家安全顾问和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先后也发表了关于反攻准备开始的信息和信号。一天之内3条反攻信息，这事儿是不是板上钉钉了呢？西方媒体倒是很兴奋啊，接连报道这事儿，并且开始对接下来的俄乌局势发展做出了各种推测。结果呢，他们还没等到乌克兰的反攻，就等来了俄军夜袭基辅。说夜袭可能不太准确。那么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消息说，俄军是在凌晨发起袭击的。那么袭击的目标是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基辅地区。为此呢，俄军是出动了54架无人机。据说这是俄乌冲突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一次无人机袭击了。袭击结果如何呢？俄方所说这次袭击分为数次持续了5个多小时，最终乌军成功击落了52架这个来袭无人机，但是仍有2人死亡，3人受伤。至于建筑物和军事设施被破坏的程度，没有公布相关的介绍和细节。但是俄军出动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机群，想必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反攻不成，还被俄军胖揍一顿，乌克兰有点尴尬。西方媒体也不再扯什么反攻了。但这事儿还没结束啊！在无人机袭击基辅结束之后，俄罗斯突然释放了和谈的信号。那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在这个袭击当天下午就公布了停火的条件。这个条件具体如下：第一，就是乌克兰保持中立的不结盟地位，不得加入北约和欧盟；第二，乌克兰必须停止敌对行动，西方国家也得停止武器运输；第三，乌克兰宣布俄语为国语，承诺尊重讲俄语的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第四，最重要的就是承认新的领土现实。据加卢金所说，这4个条件乌克兰必须同意，只要乌克兰照办，俄乌冲突咱们马上解决。刚打完就提条件，这到底是求和还是羞辱你呢？在乌克兰看来，这绝对是莫大的羞辱啊！基辅呢，果断拒绝了这些条件，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清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要在俄罗斯的领土上设立一个军事的缓冲区。很显然，俄乌双方这一波条件提的那是相当没诚意啊！俄罗斯是为了打击基辅反攻的势头进行的示威性条件那在乌克兰看来呢，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于是呢，这个基辅也开出了俄罗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所以这仗还得继续打。这一波互提的停火条件没啥意义。不过要说起来有一种情况还真能同时满足俄乌分歧最大的点呢，就是乌克兰承认新的领土现实，乌东四地成为俄罗斯的领土，然后呢，俄罗斯再把这些区域划成一个军事缓冲区。你看，这样既不是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又满足了乌克兰的需求了吗？不知道泽连斯基有没有考虑这个方案啊？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